大家好，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的丁海燕老师，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。今天我们讲解的是 C 语言常量、变量与赋值。C 语言中基本类型数据可以分为常量与变量两种。什么是常量？常量就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其值不能被改变的量。C 语言有5种常量：整形常量、实行常量、字符常量、字符串常量和符号常量。整形常量在 C 语言中可以用10进制、8进制或16进制3种形式来表示整形常量。10进制由数符0到9组成，例如320、25、0、-4。8进制由数符0到7组成。在 C 语言中，要表示一个8进制整数，必须以数字0开头，例如015、023、057。16进制由数符0到9，大写 A 到大写 F 或小写 a 到小写 f 组成。在 C 语言中，要表示一个16进制整数，必须以0x 或0大写 X 开头，例如0x2a、0xFF、0x18。注意，在 C 语言中，要表示8进制数，必须以数字0开头；要表示16进制数，必须以0x或0大写 X 开头。反之，在程序中见到以0开头的数，必为8进制数，且只能出现数符0到7。见到以0x或0大写 X 开头的数，必定为16进制数；若无0开头的数，则为10进制。实行常量。实行也称为浮点型，在 C 语言中可以用小数形式或指数形式来表示一个实行常量。小数形式由数字和小数点组成，小数点的某一侧可以没有数字，如 123.456、0.123、123.0、0.0、123点等。指数形式用字母小一或大一后紧跟一个整数来表示以10为底的幂，即10的 n 次方，如12313表示123乘以10的3次方。注意，用小数形式表示时必须有小数点，小数点的某一侧可以没有数字。用指数形式表示时，字母1或大一的前后必须有数字，且1后的指数必须为整形。字符常量。C 语言规定以单引号括起来的单个字符为字符常量，如单引号 a、单引号小 a、单引号2、单引号惊叹号等。在内存中占1个字节的存储空间，存放其 ASC 值。在 C 语言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字符常量，称为转译字符。转译字符是以一个反斜杠开头，后紧跟一个特定字符或一个8进制的 ASC 码值，或先跟字母 X， 再跟一个16进制的 ASC 码值。常用转译字符见表 3.1 所示。例如，斜线 n 代表回车换行，斜线代表反斜线字符，斜线101代表字符大 A， 斜线141代表字符小 a， 斜线 x41代表字符大 A， 斜线 x61代表字符 a。 注意，字符常量只能是用一对单引号括起来的一个字符，可以是一个转译字符，如单引号 AB、单引号45均是非法的。表示一个反斜线，单引号、双引号必须用转译字符表示，不能出现单独的一个反斜杠。若要表示一个反斜杠，
必须用2个连续的反斜杠，单引号反斜杠是非法的。例如，单引号斜线128，单引号斜线 0x4a， 单引号斜线单引号 xh5， 单引号斜线 na 均是非法的。每一个字符数据在内存中存储的是其对应的 ASCII 码，每个字符都有一个对应的 ASCII 码值。ASCII 码值本质上是一个整形常量。例如，单引号小 a 的 ASCII 码值为97，单引号大 A 的 ASCII 码值为65，单引号0的 ASCII 码值为48。ASCII 值的规律是，同一字母的小写与大写 ASCII 码值之差为32。例如，单引号小 a 减单引号大 A 等于32，单引号大1加32等于小1。4、字符串常量。C 语言中用双引号将一串字符括起来称为字符串常量，如 AS11、011、We are studying C 等。字符串 A 与字符常量 A 在内存中存放的长度不同，字符串在最后要多存放一个字符串结束标记符斜线0，故双引号 A 占2个字节，单引号 A 占1个字节。注意，要区分字符常量与字符串常量。字符常量是用单引号括起来的一个字符，而字符串常量则是用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序列。2、C 语言中没有字符串变量，不能将一个字符串赋给一个字符变量，字符串要用字符宿组来存放。3、每一个字符串在内存存放时，字符串末尾都有一个字符串结束符斜线0，书写时斜线0省略，只有遇见斜线0，字符串才结束。5、符号常量。例如井号 define pi 3.1416，以标识符来代表的常量，事先用编译预处理命令 define 定义，必须以井号开头。编译时先由系统替换为它所代表的常量，再进行编译。例如井号 define len 2.5， 表示用 len 代替 2.5。编译时，系统先将原程序中所有 len 替换为 2.5， 再编译。注意 define 是编译预处理命令，必须以井号开头。什么是变量呢？变量的有关概念，在程序运行过程中，其值改变的数据称为变量。变量用标识符表示，称为变量名。变量必须先定义后使用。系统为变量分配存储单元，存储变量的值。编写程序时，通过变量名来存取变量值。变量定义的一般格式：数据类型说明符、空格、变量列表。例如 int ij、long km、float xy、char che chr， 必须使用合法的标识符做变量名，不能使用关键字为变量命名。变量的初始化是指允许在说明变量的时候对变量赋初值。例如 int a 赋值5 b 赋值10加2，表示定义变量并对变量存储单元赋值。错误的初始化 int a 赋值3加 b b 赋值5 float m 赋值 n 赋值 23.16。整形变量。整形变量可以分为基本型、短整型、长整型3种，并用类型修饰标识符 side 和 onside 区分无符号和有符号的整形变量。无符号型又分无符号整形、无符号短整形、无符号长整形3种。有符号型又分有符号整形、有符号短整形和有符号长整形3种。整形的类型说明符及相关信息如表 3.2 所示，其中中括号表示该项为可选项，可有可无。
表中给出的存储单元字节数和取值范围是以32位的 VC++ 编译系统为依据，有符号无符号 int 占4个字节，有符号无符号 short int 占2个字节，有符号无符号 long int 占4个字节。2. 实行变量。C 语言中实行变量分为单精度型和双精度型2种，实行常量均作为双精度处理。单精度实行数据占4个字节，有效数字为6至7位；双精度实行数据占8个字节，有效数字为15至16位。定义如下 ：float 变量名表 ，double 变量名表。在编程中，数据类型用错会导致程序结果的错误。3. 字符变量用于存放字符常量，每个字符变量在内存中占1个字节，因此一个字符变量只能存放1个字符。当把一个字符赋给字符变量时，字符变量的值就是该字符的 ASCII 码值。能够用于整形数据的所有操作都可以用于字符型数据。字符变量用关键字 char 定义。定义方式 char 空格字符变量名。例如 char C1 赋值单引号 D，C2 赋值单引号 S，char C 赋值单引号斜线101。下面我们来看例 3.3， 输出字符变量的值。字符数据在内存中存放的是它的 ASCII 编码。当以字符格式输出时，输出为字符；当以整形输出时，输出为整形数。程序如下 ：int main char C1 C2 C1 赋值97，C2 赋值单引号大 A。printf 用%C1 的格式输出 C1 C2。printf 用%D 的格式输出 C1 C2。return 0。运行结果如下：按字符格式输出为 C1 等于小 a，C2 等于大 A。按整形格式输出 C1 等于97，C2 等于65。程序结果如图所示。在 C 程序中，变量必须先说明后使用。如果一个变量没有为其赋值，它的值是不确定的。为变量赋值的方法有如下几种： 1. 定义变量的同时给变量赋值，称为变量的初始化。 2. 定义变量之后用赋值语句给变量赋值。 3. 定义变量之后用输入语句从键盘上给变量输入值。好了，同学们，C 语言常量、变量与赋值我们就学到这儿，下节课再见。